可是因为你们在一起嘛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时候给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了，很浪漫呢。对。该我了吗？嗨，我是阿迪。耶！今天是一个新的主题，叫做恋爱咖啡。哦，我们在开拍前的时候，他还在想这个系列的名字到底要不要叫这个？一般在频道上面比较不会聊的事，而且又可以针对我的频道，对啊，对，因为做一些相关的咨询。对，好不错哦。好，你有问题可以问我。好，大家可以拿起手边的饮料或是零食，不是要放尊重，就是还是要认真看。不用啦，可以边吃饮料，可以边吃饮料，边吃饮料，边喝饮料，可以边喝饮料。金牛座其实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很久哦，这样我有说对吗？我觉得有我觉得有。应该说蛮难找到一个自己蛮喜欢的人哦，真的哦 ，OK， 这个我倒觉得还好。干嘛笑屁啊？笑屁啊！那请问谈恋爱的次数？谈恋爱次数真正有谈到的话，应该算2次。单恋的话也算进去的话。18次，大概20，这边。那你单恋是会跟对方讲吗？有跟对方讲，然后被打枪的单恋。4到5个，蛮厚脸皮的。不是，应该说你蛮坚强的。蛮坚强的。你到第3次还是会想尝试第4次。认真到觉得要讲，然后讲了之后发现不行，所以变单恋这样子。那你单恋可以维持多久？1年。越年轻的时候。很久哎。越年轻的时候越久。你的生活圈越单纯。对。感情上面经历的一些阶段蛮特别的。我小学在新加坡，小学的时候就160几公分了，非常高，就是全班最高的就是我。那时候运动还蛮强的，因为我很高，所以我是篮球队长，然后又会游泳什么的。风云人物。我当时候真的是新加坡百味小学王子就是我，好不好？那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干妹妹，就是真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我那时候没有异位性皮肤炎。那时候在新加坡还没有诱发出来，所以我的皮肤是非常健康的，完美的状况，自信心过剩。国中回来台湾之后，因为就异位性皮肤炎，然后就很严重，直接显现在脸上，所以它会影响到你的自尊心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对于自信心这方面就很低落，所以从一个很高的地方，然后到比较没有自信心。所以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是很多那种暗恋的那种倾向，你也不太敢讲，对我也不太敢讲，除非是真的很久，然后很认真想说还是可以讲一下，然后写个信之类的。蛮好奇的是，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？做过最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有时候男生跟女生对于浪漫的认知是不一样的。先讲这个前提，好，先打一下预防针。那你讲，我看我认不认？好，我自己认为超浪漫了，写了一个相遇日记这样子。基本上那个日记就是会写说几月几号，然后跟他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当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感想是什么。到了某一个期间，然后决定要好好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，所以往回写的。哦，倒叙。我那一本写好久哦，对啊，2个月有吧。而且我每一个事件真的每一天是写到很详细的。好浪漫哦。但是如果人不对的话，应该就变成是跟踪公司。那我想请问，你自己觉得你刚刚学生时期的恋爱跟出了社会，你真的开始工作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？心态上或者生活上的差别？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于对方的期待。就小时候没有这么多考虑的包袱，就是基本上觉得跟他相处 OK， 然后长得一起念书，对。出社会之后，我觉得也是看感觉，但是会比较多考虑的层面，考虑一些是不是真的适合，要走多久。我觉得在网络世界真的是太透明、太诚实，就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这件事情也是我还蛮小心的，就我不会越矩。我自己现在是可以算半个公众人物，这个还蛮重要。你明就是完全是公众人物，可是其实我觉得出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。它是一个习得的能力。对啊，而且是一个社会化的现象。对，叫做社会化，没有办法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，没有包袱。在爱情里面，你自己觉得你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就如果今天是在讲，比如说要一起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有一个计划的话，我是可以当领导的。但如果今天是可能比较日常的话，我可能会偏比较是被动那一方。那你是很倡导一定要沟通的人吗？还是你觉得大家顺其自然？我是比较顺其自然，所以你就会就是有时候都放在心里面，对，或者是过就过。对，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比较不好了，但也不要逼自己一定要成为那样子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沟通模式，找到自己的步调。对，你是喜欢这种比较
不要这么讲逻辑跟道理，比较重感情，还是比较向往哪一种？我觉得2个都不能缺少，都不能缺少，理性跟感性都要有，都要有。而且我本身就是这种人，就是我可以非常理性，我可以非常感性。所以我觉得对方要懂我的感性，也要跟我是理性。但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对的感觉的人，其实很难。其实也看人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啊，到处跟他对眼，我可以跟他对眼，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恋情。但我觉得对很多有理性成分比较多的人，对他们来说其实很难的，很难的。对，而且就是要好好珍惜。我之前也会是像你这样，就放在心里，然后不太会讲的，但是。之后长大了之后，就会觉得其实每一件小事都应该要讲，而且不是说要讲理，可以讲出你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可以用一句轻松的话带过。但是你是要让对方意会到或者知道这件事情，说哦，原来你不喜欢这个杯子放在这边之类的，就你不需要隐忍，因为你久了之后，就是只有你知道，而且你会突然间爆发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对方会觉得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我不是就放在这边吗？突然就不能放在这边。请问你的恋爱筛选条件？条件。我只给你，这是5个形容词。5个形容词哦，不能讲太多理由跟废话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这个框架不错。好，5个形容词，皮肤要好。这很重要。皮肤要好，对，不能讲理由吗？那我先讲完之后，我再稍微讲一下理由，因为我还是想要很想解释。好，皮肤要好，不能太瘦。我也是。不能太瘦，要有跟我一样的幽默感，不能太废，就他是要有目标。对的。然后最后一个第5个，我觉得是要体贴我的一些状况，因为我皮肤很不好，所以我会被皮肤好的人吸引。对，就是我没有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很希望。你很讲求互补的概念。对，不要太瘦，因为我很瘦，我非常直片，所以我不想要跟另外一个直片人交往。但是你不能说太胖，就你只要身材是好的就好了，就是你不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要是匀称，对，匀称的。就我觉得太瘦的男生真的不行。他会不会攻击到你？不会，但是你是想要 buff 的吗？不需要，就是我觉得你也可以肉肉的，然后没有什么练，但是你也可以小肚子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太瘦，一方面你很没安全感，另一方面你就觉得站在一起你也会很有压力，不管是身材上还是画面感，或者是你会觉得很想冲过去抱他，可他可能就倒了。第3个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，就是一样的兴趣，然后对一样的东西觉得好笑。这个就是生活上的所有细节。对。你们能不能够一起大笑？紧密，对，我有讲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的鸟事你都可以笑，对，跟你可以分享所有的鸟事，然后对方都不会觉得很无聊，对，他反而觉得很好奇，对，然后跟你开一些你们自己的玩笑，对，属于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玩笑，这真的蛮重要。那我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大家觉得最重要的问题，就如果弟妹突然间，就是弟妹。如果你要问弟妹突然间结婚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对，或者是他突然间找到一个对象，然后他觉得这个对象很完美。如果是突然间找到一个对象，然后就决定要结婚的话，那绝对不行，对吧？你是迪士尼公主吗？怎么可能一遇到就马上要结婚？我觉得这个不行。这时候我会劝他说，你要先交往过，你要先认识。我蛮不能理解，就是交往个几个月就结婚的人。我对于结婚的看法本来就是说，很慎重，它不一定是非常必要。但如果要的话，它是要很慎重。Like it's a contract， 它是合约热恋期，你要过了之后，然后像是家人一样相处，也觉得是 OK 的状况，才可能到下一个阶段嘛。但是如果只有前面那个就直接跳，我觉得会太快，会劝他。但他如果真的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也就只好再劝他一次。没有，我想说，这是有逻辑吗？不太有逻辑，对啊，我会尽量劝啊。但如果他真的，你今天遇到他，马上就想结婚的话，就是把它关起来，不是？好的，挖了好多秘密，是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讲什么秘密啊。挖了好多大家想知道的事情。对，这是感情观吧，我对于感情的一些想法。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能这样子聊天，收获蛮多的。对，我还蛮会想要看你这个的第2集，你邀谁，然后跟他会不会在感情上面跟我的观点差很多？因为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有不一样的。还有另外一支影片。对，我们在这边有做一支比较知识性的，就是着重在Blair他这么多出国打工游学的经验，就是整理起来。打工旅游的人一定要来看，一定要来看，对，因为也真的超多人问我说关于打工旅游的细节啊、注意的事情等等。然后看完这两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留言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谢谢阿弟。好的。